Engine， 哎呦，魄力一点。Engine， 发动。大家好，船舶知识尽在船舶室，我是吴董。吴董就什么都不懂，你知道？今天刚好有机会来看一艘这个嘉信游艇制造的这个游艇搭载的是我们 Volvo 的引擎。我们今天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技术部经理这个林家昌林经理来待会来听我们解释一下说，他们的 Volvo 引擎在船上是怎么操作跟使用那我们来有请一下，欢迎我们的林昌哥。大家好，昌哥，你好。你好。这艘船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啊？这个是澳洲的一个品牌，然后是由我们台湾来代工。那它现在使用的是我们 Volvo Pemba 的所谓的叫 IPS 1350型，所以它的最大总和马力可以到2700匹推力马力，但是它的实际马力只有2000匹所以我们可以达到更好的推力效率，然后更加的省油，因为它这1000匹的省油嘛，可是它现在它有2700匹左右的推力，所以目前这个对实用性还有油耗上是相当的好，而且它的非常广泛的多功能性，它有摇杆可以操作，它有定位能力。等一下我们都会在测试里面会去测试这些功能，来达到我们所要的这个海事要求。这个叫飞桥，还有主站在内站，然后它后面的两侧还有叫大体站，叫做靠岸站，所以它总共有4个。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它这个船在配置上，它要求的比一般的还要多，更高。这种船型一般不会配到4个站，通常大概只会配到3个站。所以它在选配的这个所有的配置上都是算是很顶级。海内海事的话，主要是做一些设定跟操作上的功能性，确认说它的所有的它当初选配的功能都是有的，然后它设定上是没有误差，然后所有功能性都可以使用。然后明天海事的时候才会把全部的功能全部发挥，会达到它的最高转速啊、最高传速啊，这些相关的一些能力跟功能都会在明天实现。新的 Ducky 的功能呢，就是说你只要用摇杆，你稍微移动到一个位置，它就会帮你定住，就不会再动。所以有一些新手驾驶他会怕，我推进去会不会太快？此时已老汉推着了挂，完了，我好害怕。我们现在新的功能，你选配新的功能就是说，你只要推进去一停下来，它就会帮你 hold 着，那你可以再慢慢的去细调你想要的那个位置。这个功能超屌对，因为现在新的技术已经还有刚才延伸到所谓的像我们汽车一样自动停车嘛，其实我们的系统已经有进阶到有自动停船的功能。自动停船对，有自动停船的功能，但是现在还没有，因为它的单价比较高，然后在客户上他们会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但是我们已经在试售了。对，这个都是在我们系统功能里面。因为它配有图嘛，有雷达的图加上摄影机，你只要看到这个地方，你只要画一条线，它自己就会往那个地方，然后靠上。引擎连电控、连软件、连它的推进系统全部都是 Volvo 自己独开。这个超厉害的。对，它没有跟其他的系统商跟一些是。不过这几年他们有希望说，我们可以释放出这些功能，让其他的船舶也可以享受到这些功能。这个就是机舱了。我们刚刚有介绍过，它叫做 IPS 1350。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为什么它叫 IPS 1350。通常本在外观上这是我们的 logo， 然后这里有个 mark， 它会标示它叫做 IPS 1350。IPS 来说的话，它是叫做，如果以中文的说法来说的话，它算是叫做 inboard， 就是我们叫做台湾人叫内机，它是传统式的内机的晋升版，然后它有更高的效率，然后更好的活动性。这个叫 VIP 房，因为它在船头，
那它的都是干湿分离的厕所，比较随手放，因为它比较简单。这个就是主人房了，叫方正，然后它会放在船最宽、最大的地方，比较不吵的。我们它已经把所有东西的传动都做一个整合化，对，所以说我们少了传动轴的一个传输。我们也是有，但是我们的很小，是，而且我们的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齿轮，对，去做一个转换。我们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效率跟效能，对，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整艘船的极限，它可以逼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船你在跑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你的轴推力，对，然后我们的轴推力它就可以到 IPS 可以到650匹马力，哇，对，这一台，对，这个蛮屌的，就一个小马力可以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输出。这个我可以把它认知成汽车的 turbo 吗？可以这么讲啊，它就一个大型 turbo， 就挂 turbo 可以对啊。今天跟着那个维豪这个技术部的小鲜肉明犬哦，不懂你好，哎，你好，那个最主要说我们 IPS 系统算是我们 Volvo 一个特殊的一个新的产品，是对，就像是在传动部分的话，像是有像传统式的传动轴 Info 啦，对，然后内外机啦，对，然后或是旋外机，是，然后我们就是产生就是说像 IPS 这套，直接在我们的船底壳，对，就是最底下的部分，对，来做一个传动系统。是，那第一个来说呢，我们的 IPS 系统它就是少了像是说，如果传统式的引擎，它就是会接一个传统的车轴，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了，我们不用做一个传统车轴，对，我们就直接跟一个轴直接做一个连接，是，就可以直接连通到我们的整个传动系统。它其实就像是你在玩一艘 Game Boy 一样，Game Boy 船。对，是指我们以前掌上型那个 Game Boy 啊，理解少年 Game 哪 Game Boy 啊？这种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个特殊叫做 joystick 啦，对，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摇杆。对 ，OK， 这样，摇杆它就是一个旋转，那我们就可以其实直接做到，就是说你想要旋转啊，你想要做侧影啊，对，或是如果你也不想要用方向盘，是，我们也可以在那只摇杆去做操控，就直接这样操控前进、后退以外，还可以旋转，对，都可以。我们现在最大的搭配引擎的话是 D13 1300cc， 然后我们的轴出力就可以到1350匹，一颗引擎1350匹马力。那如果最大的话是可以到，比如说像这艘船阿兹姆这艘船，它是3颗，但是它如果假设它一样经过我们刚才的这个我们瑞典这边的计算中心去计算说，它是符合可以装 D13的话，那这样它是最大可能可以来到4000多匹马力，因为如果3颗的话，对。哇，就是做一个叠加的概念，哇，那很大哎，这准那也不会吧？因为我们就是强调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整套一个系统的一个性能，我们就 IPS 它那2只，对，就固定在那边，然后它会自己去做侦测，它会去左右。你的 DPS 就是我们所谓的锚定系统，是不是？对，你也可以不用丢锚，就是直接按我们就是可以，然后它就停在那个位置，在那边，对，它就一定会停在这个位置。它就会根据说，我的水流如果往右推，我就会往左回来一点，补一点回来。对啊，要再抓一个表，然后这个 dashboard 上面就会多好几颗东西，就要不要跨上？我让我们再跨上。我们不用，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有尺，然后你的位置给我们，对，你有个容量，我们就会去做一个设定。是。设定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荧幕，对，就一样刚明的荧幕，它就会显示这个东西。
有点说，如果你买我们整套一条龙的系统，你也不用说，这个东西坏，你需要找谁，不用，你可以找我们，我们就会帮你一次处理到好。哇，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服务啊！日后客户如果假设要购买传内机的话，其实可以考虑我们这个 Volvo Penta， 因为我们现在透过这个影片就可以了解到 Volvo Penta 它不管是在技术上、服务上，甚至是在这个整个系统稳定度上，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我们自己在这个船舶产业里面哦，很少看到像这种小鲜肉。我前面知影讲，为什么要来咱的这个打入这个歧途？不是啊，是讲打入这个黑暗界嘛，不是啊，是讲就觉得说，很好奇，说他是什么机缘之下让他进来。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来专访一下他啊，然后请他们分享他们一些小故事。OK， 那就是看你要讲什么啊。engine， 破力一点 ，engine 发动。